男人将一副类似棺材的物体扔到海里，就是这副用竹子编织而成的普通地笼，成为当地渔民捕捉海底鱼类的最佳利器。这次他们一下子准备了5副这样的棺材陷阱，为了能让陷阱沉入海底，必须在笼子的下方绑上石头，同时在上方用椰子叶进行装饰。只有用叶子装饰过的鱼笼陷阱才会吸引海底的鱼类聚集。这种鱼笼陷阱也被当地渔民称为海底棺材陷阱。装饰好的鱼笼陷阱便拿到船上，为了一次就能捕获到更多的渔获，这次他们一次就出动了5副海底的笼陷阱。出发之前还要准备脚蹼和潜水用到的装备，还有一箱用来做诱饵的针嘴鱼。开船来到特定的海域，有珊瑚礁的地方正是安置陷阱的最佳位置。随后他们将一副海底棺材陷阱扔到海底，在石头的作用下，陷阱缓慢地沉入海底。随后他们将陷阱移到合适的位置，珊瑚礁的石缝处正是安置鱼笼陷阱最佳的位置。在他们的合力下，缓慢地将陷阱移到石缝深处，此时带来的针嘴鱼便可以派上用场。鱼肉被切成块状，为了能引诱附近的鱼类靠近，将鱼肉切成肉泥，然后潜下水将大块的鱼肉放到陷阱里面。鱼肉是为了引诱外面的鱼儿进去觅食，泥肉会撒在外面，鱼腥味会引来大量的鱼儿靠近。紧接着将第2副棺材扔到海里，底部的石头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，将陷阱缓缓地沉入海底。陷阱很快就被他们移到了珊瑚礁附近。为了防止陷阱被海水冲走，利用尼龙绳绑在石头上固定住。紧接着第3个鱼笼陷阱也被拖到海里。当地的菲律宾渔民在海底闭气的时间基本上都在5分钟左右，专业动作请勿模仿。同样利用尼龙绳将陷阱固定在珊瑚礁石上。紧接着还要准备大量的鱼肉，拿好准备好的鱼肉来到了陷阱附近。陷阱的入口向内收窄，一旦进去的鱼就很难从入口出来。这种鱼笼陷阱成为当地渔民在海底捕捉鱼类最好的方法。紧接着第4个鱼笼陷阱也开始沉入海底，在附近一群色彩斑斓的小鱼刚好经过，漂亮的珊瑚礁正是小鱼小虾聚集的好地方。紧接着兄弟俩拿着陷阱去寻找安置陷阱的最佳位置，来到比较平坦的地方将陷阱放下，成群小鱼自由自在的觅食，而他们正在前方安置笼子。每安置一个陷阱都要在里面放上鱼肉，只有这样才会引入鱼儿靠近觅食。用来装饰的椰子叶为鱼儿起到了庇护的作用，这里的鱼类资源毋庸置疑。第5个陷阱被他们扔到海里，这个陷阱也是他们最后一个陷阱。在他们通力合作下，将陷阱移到了比较平坦的地方。为了固定陷阱，同样利用尼龙绳进行绑扎，将切碎的肉泥撒在陷阱的上方，附近的鱼儿会闻香赶来。这些海底棺材陷阱会在海底待上5天。5天后，他们重新开船来到安置地笼陷阱的海域，带好潜水装备后，就开始潜下水寻找地笼。找到陷阱后，就将绑扎好的尼龙绳解开，从笼子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有不少鱼，还有几条价值不菲的石斑鱼。为了能将陷阱拖上水面，利用绳索绑扎在陷阱口中。在海底安置了5天的地笼内外已经布满了淤泥，他们重新回到船上，利用绳索将地笼拖上来。在他们俩发力下，整个笼子缓慢地向上拉升。从地笼的底部去查看，还发现了2条东星斑。为了能装下收上来的渔获，将船舱内的阀门打开，海水直接从洞口流入船舱内。在他们俩通力的合作下，将第1个地笼收了上来。解开笼子出入口的绳索后，就能将里面的鱼取出来。这次他们收获了2条东星斑和2条石斑鱼，用同样的方法将第2个地笼拖上来。整个笼子缓慢地被他们拖上来，从笼子的缝隙可以看到里面有3条石斑鱼，还有1条小杂鱼。就单单一个地笼就为他们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。收获上来的石斑鱼直接放到船舱内，这3条石斑鱼每一条都有3-4斤重。将收上来的地笼摆放好后，继续开船寻找第3个地笼。在船上拉下来的绳索绑在地笼的出入口处，解开绳索后就可以将地笼拖上船。水下的兄弟拖着笼子往上升，在船上的兄弟利用绳子将笼子往上拉。这次收获到的鱼货比之前2个笼子还要多。解开地笼的出入口后，里面的鱼顺势而下，就单单石斑鱼就有4条。将所有的鱼放到船舱内养着，毕竟活鱼都能卖个好价钱。继续收回第4个地笼，他们能一口气在水底下停留5分钟，这也是当地渔民必备的技能。里面的鱼第一次坐上了全自动的电梯，从缝隙隐约看到了1条小鲨鱼。将所有的鱼倒出来后，可以清晰看到有1条小鲨鱼，但他们还是把小鲨鱼放回到大海。东星斑只有1条，还有3条石斑鱼。石斑鱼在这里成为最常见的一种鱼类。继续收集第5个地笼，也是最隐蔽的一个，毕竟是隐藏在珊瑚礁的石缝里。绑好绳索后，笼子缓慢地被拖了出来，笼子内外的淤泥开始四处飘散，地笼就像是沉睡在海底1000年的棺材。
这个地龙收获的鱼并不多，只有一条较大的石斑鱼和一条东星斑，其他都是小杂鱼。5个地龙为他们这次带来了不少的渔获，一些不值钱的小杂鱼都会一一放生。开船来到售卖的店铺，收获上来的鱼都会进行称重，每条石斑鱼都在4斤左右。称完石斑鱼后，紧接着就称东星斑，毕竟价格都不一样。东星斑一般都在3斤左右。经过老板娘计算，获得了9115比索，折合人民币1100块。每个人都获得自己应得的部分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